看银河的片子仿佛看 A 片，随便快进到哪里都能心潮澎湃。2005年的电影《黑社会》还真是一部3级片，只准18岁或以上人士观看。10年，导演杜琪峰50岁，无论风格、思考和资源都到达巅峰状态，足够做一部厉害的电影。尽管他说更喜欢柔道龙虎榜，但黑社会在后来的讨论中却成了绕不开的招牌。杜琪峰都很熟悉了，最后一个北上拍戏的香港导演，前2天又搞了个大新闻，受邀担任柏林影展评审。接受采访时说，电影永远在前锋位置，当集权崛起，自由不在时，电影首当其冲被剿灭。我觉得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都要支持电影，因为它会替你发声。在我看来，黑社会就是他所说的这种电影，替香港发声，被审查剿灭，最终成了一则预言。嗨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耶律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找到这个频道，请先点击订阅，码住备用。何连胜是香港著名黑社会，控制着大小9个区域，从事代客停车、收保护费以及倒卖摇头丸等地下生意。为了平衡各方势力，将社团发展壮大，实现共同富裕，何连胜元老定下规则，每2年选一次话事人，话事人在2年任期内拥有社团最高决策权、行政管辖权以及人事任免权，可谓风头无两。电影开篇，社团再次迎来选举，各区领导交换意见，酝酿投票事宜。他们一边喝茶，一边讨论2位候选人。第一位，荃湾领导大迪，性格奔放，无论实力和势力都颇具领袖气质。大迪出场时正拿着40万，由荃湾南下游监望，再抵观塘，通过关宰森与投标2位，现金旗老大串爆和龙根，争取2人支持。第2位候选人，佐敦领导阿乐，冷静沉着，深谙黑帮道义和规矩。大迪贿选同时，阿乐也没闲着，由佐敦北上大布须，吃着鸡翅请黑哥争取全数支持，并提出当选后的施政愿景，带领社团收复尖沙咀。两虎相争局面已定，大迪办完事裁新衣订酒店，准备举杯庆功。另一边的阿乐则像个普通中年人，逛菜场下厨房，回家陪儿子吃饭。正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大迪阿乐做完了该做的，至于结果怎样，便交给社团定夺。社团元老一共10人，每人拥有1票，组成类似古罗马的元老院。候选人在元老院票数过半即可当选。虽说1人1票，其实真正的决策层只有3位。大迪早已现金的龙根和串爆，以及元老院最高领导邓博。串爆收了大迪钱，力挺大迪上位；龙根也收了大迪钱，却显得犹豫不决。原因是龙根的手下关宰森赌球压住曼联，输了个精光。最后还是小弟机密仔帮忙凑得10万拿来顶包。龙根对小弟截胡并不知情，心想大迪欺负人，给串爆20，自己才1半，一气之下投了阿乐。邓博在茶壶上画了2个圈，请元老们喝茶。投票结果随即揭晓，阿乐以绝对优势当选新一届话事人。其实除了龙根倒戈，阿乐能够当选，最重要是邓博力挺。他说社团要平衡，不是谁钱多势力大就让谁当选。言下之意，选话事人也是有法可依的。我没有说要钦点，没有任何这个意思。但是你一定要问我对阿乐支不支持，那我说支持。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，不然靠谁来养老？靠政府吗？大迪得知阿乐当选，气急败坏，暴跳如雷，打算在新老交接时再拼一把，顺便绑架了龙根和关宰森，带他们上山玩滑草，以此惩罚收钱不办事儿。这个段落，大迪警告前话事人吹鸡，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出面交接，顺势引出何连胜镇邦之宝龙头棍，类似丐帮打狗棍和指环王里的金戒指。就在这时，警方得知黑社会搞选举，为了避免大规模械斗，逮捕了元老和2个话事人。警察要社会安定，社团也不想打架。在警局里，邓博要求串爆和老鬼恩分别去跟大迪阿乐谈判，要求他们各退1步。大迪阿乐也没闲着，分别交代大嫂和律师去抢夺龙头棍。眼看叔父们向着阿乐，大迪扬言搞独立，不让自己当话事人，就弄个新何连胜出来。邓博和元老听闻此话，终于下定决心，集结所有力量打大迪。虽然权力中枢被捕，但是决策并未中断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知道大迪搞分裂，人心向背，纷纷倒向阿乐，并成功帮他拿到龙头棍。抢夺龙头棍的过程里，阿乐还做了2件事：首先逼死撞成重伤的吹鸡，卖大迪一个人情；其次保释大迪并谈判，打进尖沙咀还是互相开战，让他自己选。大迪自知时势尽失，就此答应下来，并参加了阿乐的就职典礼，并参加了社团的结拜仪式。
此后二人联手密谋暗杀号码帮恐龙，带领社团成功收复尖沙咀，完成了何连胜的和平统一。某天二人相约钓鱼，大堤提起要搞双话事人，说一个挂了，还有一个能顶上。阿乐一听，什么？你要学美帝那种落后腐朽的制度，弄死我好让你顶上。于是默默举起石头，对大堤进行了肉体清除。1840年，第一次鸦片战争，香港开埠。1895年，甲午战争，各国掀起租界之风。1898年，新政府将香港租界英国，租期99年。二战后，国共忙于内战，又与英国同属战胜国，香港暂时躲过洗礼。此后依靠港人奋斗，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。再后来的故事，大家都很熟悉了。在上百年的动荡中，香港黑社会应运而生。最初类似工人自助会、同乡会等，在面临失业潮和政治危机时，用共同体代替个人去抵御风险。影片中的何连胜，现实中对应何胜和，算是香港本土黑社会。另有14K 新义安，是国军败退后流落香港的特务和军人组织。14K 在影片中被称作号码帮，就是尖沙咀那个号码帮。电影借警察之口说，黑社会选话事人比香港选特首还早100年。将黑道与政治扯上关系，已经不能说是隐喻了。其实刚才回顾香港历史以及香港黑社会由来，这一切看似历史事件，但放在事件原点，每一个因素都关乎政治。另外，黑社会的英文名叫 election， 意为选举。从字面上看，选举是指民主制度中的投票选举，但在杜琪峰的创作里，选举则变成黑帮内部的权力之争。此间黑帮换届和政治选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既然都是权斗，黑帮内部搞政治，政治核心搞黑帮，本质上是一回事儿。用本质相同的内容呈现无法企及的真相，这也是文艺作品的魅力所在。不妨盘点一下那些相同的本质，方便后面进一步分析。本质一：暴力。说中文的都听过一句话，枪杆子里出政权，说的就是暴力团体。黑社会也一样，没有打打杀杀，只有人情世故的，那是职场。日本黑社会更是被叫做暴力团，可见暴力属性不可或缺。本质二：领地。何连胜9区领导一起结拜，求的就是互不侵犯。竞选前，阿乐更是把入侵其他社团当作竞选口号，给我一个任期，一定拿下尖沙咀。本质三：外交。眼看社团分裂之时，阿乐搞定吹击，帮对手大堤出了口恶气。虽然杀害了兄弟，但在战略上拉拢对手，属于合纵连横是没跑了。本质四：底线。黑社会的底线就是毫无底线，在这个层面，把黑社会译作选举，简直妙不可言。因为东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对于宪政的理解始终只有你死我活，因此影片最后一场戏所传达的惨烈，比黑社会更像政治博弈。充满权斗、腐败和暴力的黑社会，来源于个体组成的群体，也反作用于群体下的个体。影片黑社会在表现权斗时，用到一根龙头棍。施耶稣和大头回大陆找到四眼明，一番关怀后，首次拿到龙头棍，随后交由大头带回香港。第二棒东莞仔用小木船招呼大头，第三棒飞机与长毛等人械斗当街，第四棒吉米仔给飞机玩了个螳螂捕蝉。抢夺龙头棍的过程指代追逐权力的过程，而当每个人拿到棍子时，都会露出相同的惊叹，就差说一句影片借邓博之口说，过去资讯欠发达，当了话事人要用它证明身份。现实中黑社会选坐馆，的确存在这种问题，甚至有段时间会登报公示，以免引发混乱和误杀。有人统计说，香港黑帮片打掉的子弹跟横店杀掉的鬼子一样多。可是这部黑社会不仅不用枪，甚至最害人的几场暴力都舍不得用铁器。大堤虐龙根用箱子，阿乐杀大堤用石头。究其原因，杜琪峰做过解释，香港黑社会很少用枪，因为持枪刑期会很长，最凶残也就是用飞机那种砍刀了。难怪影片除了写实之外，还有种钝刀子剌肉的痛感。提到腐败，洪门结拜时问爱兄弟还是爱黄金，每个人都回答爱兄弟，可是一碰到利益纠葛，直接把兄弟送往极乐。大堤贿选就更不必提了，邓博不也说吗？谁钱多选谁，不如拍卖好了。可见在权力面前，兄弟黄金都不算什么。影片也给了最佳诠释，阿乐手握龙头棍，直接收下5个干儿子。吉米更是说，你人强马壮，一定不会吃亏。过去看这部片，有人说龙头棍象征合法性，类似古代传国玉玺，我觉得这是看似对又不全对的解释。所谓合法性就是身份或者话语权，而本片中的龙头棍
更像权力具象化的造物。与其放进山顶警察博物馆，不如放进香港电影博物馆。当邓博等一众元老选定阿乐做话事人，阿乐便获得了合法性。而大堤还想挣扎一下，因为除了身份之外，他还有金钱和暴力，不见得比阿乐差。其实说到底，整个故事就是围绕暴力、金钱和身份这三项展开的，谁先集齐了，谁就能做话事人。前面说到影片风格非常硬朗写实，无论是场景设置还是人物塑造，都充满了生活气息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哇，原来黑社会大佬也是普通老爷子，也能慈祥和蔼，也会下楼遛狗。邓博的饰演者王天林是导演王晶的父亲，也是杜琪峰的恩师。他对这个人物的塑造，庄严里透着几分幽默，可说是恰到好处。这几年流行短视频，一口气看电影的短片满天飞，男主叫小帅，女主叫小美，反派一律叫丧彪。如果用短视频的方式一口气看黑社会，那场景一定很滑稽，因为这部片里全是丧彪。导演通过细致的人物刻画，展现着人性的复杂，却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也没有绝对的正与邪。就算这样，观众依然可以找到共情人物，而共情的标准就是宪政制度。维护制度的阿乐被同情，破坏制度的大堤被唾弃。当龙头棍顺利交接，观众情绪便能得到极大满足。梁家辉饰演的大堤是最符合黑帮分子的形象，他行事奔放，脾气暴躁，关键时刻还有些跋扈，毫不掩饰领袖气质，走到哪都很有排面。他对小弟的调教似乎也很有一套，绑架前知道让龙根撒完尿，让关宰森吃完香蕉。梁家辉用粗犷的演技将大堤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充满了张力和邪魅。这里我就不分析人物成败了，毕竟当话事人既上不了市，又不能光宗耀祖，只单说两个致命缺点吧。第一，碍于性格原因，大堤心直口快，过早说出要搞新核联盛，将自己孤立于社团之外。作为一个合格的黑帮，始终要记住柯里昂那句话，永远不要把真实想法说出来。第二，还是性格原因，他做事不看结果，只注重过程，因为这样的确很爽。投票结果已定，要想翻盘，只有拿到龙头棍，可他却一味报复龙根，恐吓吹击，很不明智。总之，大堤善用暴力，最终因暴力承受代价，正是古惑仔的普遍宿命。我是大堤，8点钟有骨气。哎呀，不说了，晚上再说。任达华饰演的阿乐，妻子早逝，与儿子丹尼相依为命，总是穿一身听菊风，买菜下厨，无欲无求。性格方面，他冷静善谋，是个十足的政客形象，深谙社团的黑暗博弈。任达华诠释这个角色，幽暗阴郁，深入人心。与大堤不同的是，阿乐做事更在乎结果，比如在警局里吩咐手下做事，大堤说谁拿棍子砍谁，阿乐则说叫火牛搞定龙头棍。一句台词的差别，却看得出阿乐更为理智，也更懂得博弈命脉。他在跟大堤谈判前，先下手逼死吹击，正好挠到大堤痒痒肉，还一副虚伪的面孔，与他结拜杀人，进入尖沙咀，正应了柯里昂那句成功之道：离朋友要近，离敌人更要近。同样的，我也不想说阿乐有多好，因为他把所有欲望都聚焦在权力上，最终只能被权力吞噬，反过来服务于权力。他处心积虑，机关算尽，甚至不惜亲自动手杀害大堤，还被儿子亲眼目睹罪恶。只能说，古惑仔不用脑，一辈子都是古惑仔。吉米仔古天乐作为小弟的小弟，比龙根关宰森出场都要早，因为黑社会第2部有大用。他这个人靠盗版录像和保护失足妇女赚钱，但总想做个正派人。其他古惑仔打打杀杀，他却在港大读 MBA。简单说，他不愿参与权力斗争，一心搞经济建设，属于社团里的走资派。但他作为古惑仔，最起码的忠孝节义还是有的。在2个老大被抓时，吉米就找过阿乐，结果阿乐说听社团指挥，能打胜仗，直接把他打发了。第2次他奉上龙头棍，心说总不能再忽悠我了吧，结果阿乐再一次以组织相威胁，不交龙头棍，踢你出社团，赶尽杀绝。古天乐饰演吉米，不仅不会笑，还总一脸迷茫，确实演出了精髓。吉米仔身上有一股向上的力量，只是用错了地方。在为集体利益奋斗时，又想获得自我成就，只可惜他年纪轻，哪知道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很多时候是相矛盾，甚至是相悖的。什么意思？我老大跟龙根哥就这么算了？飞机张家辉，香港官塘第一狠人，生吃瓷勺，当街砍人，为阿乐接力龙头棍，顺势成为干儿子。他一心为社团做事，认为只要够狠，就会有人怕他，只要有人怕他，就够给他面子。他是出色的打手，也主动选择牺牲，只是还不怎么了解黑社会，
张家辉的表演内敛克制，很让人共情飞机的挣扎。其实黑社会还探讨了权力与信仰，算是深刻命题。电影开篇很有意思，洪门八卦图加36式，再加罗大佑的吉他配乐，以及谭家明的谍话简介，最终赢出片名黑社会。仪式感上下足了功夫，扒掉画面和配乐，开头的核心内容其实是洪门36式。第18式，倘被兵役捉获，此乃天降横祸，不得供出洪门兄弟，亦不得纪念旧仇，乱供兄弟。如有乱供兄弟或念洪门结义之情者，五雷诛灭。第21式，各省及外洋兄弟文书以及物件，如有官厅追拿，务须及时通知他逃走，如有故作不知者，死在万刀之下。第36式，士农工商各执一义，自入洪门，必要以忠心义气为先，交结各省洪家兄弟，如同一体手足之情，不得忘分彼此。遇有兄弟起义，勿宜置办军火粮草，同心协力，覆灭满清，恢复明史，以报五祖火烧之仇，以表今日结义联盟之情。如有二心不尽其力者，死在万刀之下。一方面约束私德，另一方面规训人性，倒很像营销行业的企业文化。在组织大伙那么一朗诵，灵魂直接升华。要说让其适应选举，变成一部黑帮基本法，电影里似乎也没发挥作用，显然不具有现实意义。那么杜琪峰为什么营造仪式感？难道他不知道背后空无一物吗？我分析大概有3层原因。第一层，关于电影艺术，形式本身就是内容。第二层，杜琪峰在创作之前与黑道中人来往颇多，这些人自然也想寻求文化归属，以此走进历史。第3层，来到杜琪峰的选择，在作品中探讨深远命题，使之更具思考性。龙头棍第一棒，吃耶稣都熟悉，戴手铐可以，得给我头套，棍子不交可以，我还给你披衣服。他是非常理性的黑帮精英，做事讲究逻辑。大头与之相反，肉身带货前先背一段洪门誓词，直接给施耶稣整懵了，心说你这是唱哪出？脑子洗抽筋了吧？再结合邓博威胁警察的话，何连胜有5万多人，我们一不输出失业，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，如果没规矩没秩序，看看你们牢房坐不坐得下。通过分析底层生活和高层态度，所谓社团的文化信仰不过是宣传口号罢了，用来给基层稳定提供内在动力。底层暂时稳住了，高层又对文化如何看待？高西庙前效仿五祖，滴血焚香，结为异姓兄弟。虽然跪在关圣帝面前举头3尺有神明，但一点不妨碍反目成仇。大帝和阿乐从始至终也没拿兄弟当回事儿。既然黑帮宪法不管用，现实层面又当如何？大帝被整个社团针对，并不是因为他贿选，而是因为搞分裂，没有维护黑帮宪政的运转。阿乐带社团打进尖沙咀，就差说尖沙咀是社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。其实他当选也并不是因为黑帮梦，而是元老们维持平衡、相互妥协的结果。在我看来，黑社会之所以影响广泛，正因它呈现了权力与信仰的关系，那便是毫无关系。杜琪峰没有控诉警示，更没有歌颂底蕴，有的只是合理展现，用创作的态度叙述所思所想。至于黑社会何去何从，他并不想也不会给出答案，因为那是黑社会自己的事儿。以上是黑社会第1部的全部内容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我们黑社会第2部再见。